大家好，我是李船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咱们一起走进航海的世界，走进航海人的生活。那上一期节目呢，咱们聊到了潮汐，聊到了装卸货对缆绳松紧程度的影响，以及这个缆绳是如何调整的，比如说自动调整，比如说人工调整等等内容。但是同时呢，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大船在靠离码头的作业过程当中呢，人员是如何调配安排的，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资源分配，来确保安全。而且呢，也提到了东西方关于人员安排方面的有一定的差异。那么这期咱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它补全，好吧？来聊一聊这个大船在靠离码头的过程中，每一位船员都在干些什么。咱们就以靠码头作为例子吧。这个时候全船一共分为4个团队。那第一个团队呢，就是驾驶台的团队。大家看了我这么多期节目，应该知道驾驶台团队的人员构成了吧？那肯定船长在驾驶台了。另外呢，至少有一个船副，这个船副他负责执行来自于船长或者引水员的指令，负责操纵主机或者前车的运转。那还有一个操舵的水手，对吧？顾名思义，他在操舵咯，他就是执行舵令的。另外呢，还有辅助的实习生如果你船有实习生的话，那这些呢都是内部的船员。那还有一名来自于外部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引水员。这些人员就构成了驾驶台的团队。第二个呢，就是机舱咯，那肯定是以轮机长为首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所有的机舱部门的人员呢都会参与其中。这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那是必须参与的，像铜匠、机匠等等，都会各司其职，监控数据，处理应急情况，从而保证主机、发电机、前车、锅炉等等的正常运转。第3个团队就是以大副作为指挥官的船头团队，以水手长为辅，带领1级水手、2级水手。那人数呢是以船上现有的配员作为调配的依据。这是第3个团队，船头团队。第4个就是船尾了。那2副是作为指挥官的，同样也带有相应配额的水手。那我们看这4个团队也蛮有意思的。如果把它比作一个人的话呢，驾驶台的团队那就是这个人的大脑，因为所有的指令都是来自于驾驶台。那么机舱团队呢，就是作为一个人的心脏，因为所有的动力来源是来源于机舱的。那船头船尾就是人的四肢了，因为所有的动作都是他们来执行的。当大船行驶到港口附近的时候，接到引水员之后呢，很快就要靠码头了。那各部门正式集结是以驾驶台所发布的集结广播作为时间点的。那这个时间点一般来说呢，是以船头船尾带拖轮缆绳的前15分钟或20分钟作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把白天提前15分钟，夜间提前20分钟。那各团队听到广播之后呢，15分钟或20分钟之内必须到位，保持联络，集结待命。Attention all crew. Attention all crew. Forward and up. Stand by. Forward and up. Stand by. A starboard side alongside. A starboard side alongside. 那大家听到了这个集结号已经吹响了。那各团队呢都会抵达它应该抵达的位置，做好准备。其实在这个集结命令下达之前呢，前期的一些个准备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有顺序的在进行着的。比如说主机备车，我不可能等到引水上来我再备车吧，早已经备好了。再比如说引水梯的安放、舷梯的解绑扎等等，这些都有相关的人员来负责。直到听到刚才的集结广播，那所有的人才会参与其中，统一集结，各就各位，各司其职，集结待命。看到这里呢，大家也都知道了，那船头呢一般是大副和水手长，
船尾呢是2副。他为什么这样安排啊？是因为船头一般都有个手楼甲板，它比较高，那相对于船尾来说呢，这个缆绳确实是比较难带的，所以船头安排经验比较丰富的大副水手长带领水手，船尾呢就要安排2副再带领资深的水手，这样呢是比较合理的，力量呢也能够达到均衡。但是这是亚洲公司一般的普遍做法。那刚才讲的东西方的人员安排的差异又在哪里呢？那我本人呢曾经在欧洲的公司工作过10年，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那欧洲公司是怎么安排的呢？它相比于亚洲公司，它调动了3个人的位置，其他人不变。它是安排大副在驾驶台，2副在船头，3副在船尾。这样做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培养船长的储备。我们一般来说，大副如果你工作几年之后如果还想跑船的话大概率来说都会提升为船长。那这样安排呢，就可以让大副事先有个情景意识。你在驾驶台嘛，你有一个见习甚至于实习的机会，尽早的参与到驾驶台资源管理当中。那这样做就为以后做船长做了一个很有效的铺垫。我当时在这家欧洲公司一开始去的时候是做大副，然后做了2年大副呢，就被提职为船长了。当时做大副的时候呢，就是被安排在驾驶台工作的，没有去船头我说的是靠离码头的过程当中。对这个呢确实有点体会，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情景意识。那在驾驶台，你的视角和思维确实和我在船头工作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多了一个总揽全局的一个视野，就是学会了协调。第二个方面呢，可以直接观摩船长或者引水员的操船技术，跟人家学嘛，对吧？代入感很强。那第三就是与各式各样不同国家的引水员打交道，从船长身上学习如何处理船长与引水员之间的微妙关系。第4点，丰富了自己的经验比如说一些个应急事件，我学会了如何处理，比如说全船突然跳电了，缆车突然失灵了等等，这些能让自己呢在今后的工作中呢面临这些个应急事件的时候有了一个快速的反应。那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船上还有一个人，船长你给漏掉了呀，这个厨师在干什么呢？难道他不是在做饭，就是在去做饭的路上吗？大家看这个实拍的画面，吃完饭过后呢，这个盘子底下压了一些钞票，这些钞票到底是怎么回事？谁给的呀？又是给谁的呢？请看下期，引水员漫天要价，船长坐地还钱。那好，这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咱们下期见。